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2025年的9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 H-1B 的工作签证年费提高至10万美元，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而中共当局随后就高调推出了所谓的 K 签证。那么这 K 签证呢，就是规定全球的大学毕业的理工科的毕业生呢，不需要企业的邀请函就能够直接入境中国，并且呢还能够居住就业。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外交部的记者会时呢，回应路透社的记者关于 K 字签证的提问。他说呢，为了促进中外青年科技人才交流与合作，中方决定在普通签证类别下增设青年科技人才签证及 K 字签证。虽然呢，中共当局表明此举是为了吸引来自全球顶尖高校的科学、工程和数学技术领域的人才，但是呢，这引发了中国网友们的一片担忧，直至衍生为怒火。就在美国刚刚把 H-1B 工作签证的费用大幅提高到10万美元一年，让很多科技人才措手不及的时候，中国却宣布从今年的10月1号起新增专门面向外国青年科技人才的 K 签证。一些国际媒体已经把中国这一举措解读为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打出的一记重拳，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是，这个政策在国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和担忧。 K 字签证一经宣传呢，随即引发了大陆民间的强烈的反弹，在网络评论区呢，也几乎遭到了全部的反对。网友们担心大量的外国人才的涌入可能会加剧本国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技术密集型领域的激烈的竞争。有不少民众批评中共当局不顾国内年轻人的死活。现在大家普遍担心的是这个 K 签证的门槛看似比较低，学士学位就可以知名大学或者机构的。那这样一看的话，全世界范围之内好像还有很多。而且呢，就是印度媒体现在比较关注这个事儿。据说印度国内很多青年跃跃欲试，所以说国内的这些人呢就产生了一个忧虑嘛，然后一下冲进来，会不会冲击我们的就业市场？而且呢 ，K 签证目前似乎对印度人的吸引力最大。哎呀，印度要占领我们了吗？10月1号国庆节之后 ，K 签证要开始实行了。印度官媒很反常的一直来催我们，网上有一些人就开始焦虑了，难道他们看上了我们这块土地？我是真的不想等我闺女长大之后，满大街的都是印度人。然后我最近上网看见很多人在吐槽我们马上要实施的那个 K 签证，其实现在已经实施了。这什么是 K 签证呢？其实就是中国版的 H-1B 那个签证嘛。简单来说，就是吸引外国的本科毕业生来中国工作的这么一个签证。听起来是好的，但里边的水分其实挺多的。大批的初级本科毕业生来这儿跟我们的大学生抢饭碗吃。那么，为何这个看似冠冕堂皇的 K 签证会引发全民怒火呢？因为中国当下经济萧条，随着工厂和企业的大量倒闭，本国人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2025年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已经有1222万人。近期呢，黑龙江大学举办了招聘会，需要招收9000个岗位，结果呢，竟然有11多万人报名参加，凸显当前就业压力非常巨大。而中共当局呢，不但不想办法提高中国人的就业率，反而砸钱搞 K 签证。有观点认为呢，中共这样子做是为了和美国争夺顶尖的科技人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中国的 K 签证在瞄准那些处于职业生涯形成期的年轻人，而不是那种已经有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实际上呢，是蛮愚蠢的举动。现在 K 签证显然是不是在挖角，而是在捡漏，捡剩下的东西，捡别人的残羹剩饭。前北京律师民阵家国主席赖建平向海外的中文媒体表示呢，他就希望无数的中青年科技人才纷纷涌向中国。你长期来不了，那短期也行。你来做这个学术交流，你把一些科技的秘密这个东西往中国一运输，给你好处，给你钱，给你名，给你利，你可能就把这个成果就弄到中国来了。中共的如意算盘似乎是打得不错，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呢，在经历了天龙人杨兰兰在澳洲住豪宅有天价存款的刺激之下，以及本应晋升到顶流明星的于朦胧蹊跷离世之后呢，中国的网友们对中共当局仅存的一点幻想也是不断的破灭了。在中共红后代们纸醉金迷的强烈对比之中，为了生存而努力挣扎的牛马们真的是怒了。有网友在大陆知乎平台提出了问题：10月1号实行的 K 字签证对国内普通人有什么影响？那么有人就给出了恼怒清奇的回复说，有没有可能推出这个政策的人是真正的爱国者，
他受够了国内的腐败、地狱般的劳动环境，靠国内这些温顺的牛马没法改变当前环境，于是便推出了这个政策，吸引来了全球的自由民主的老哥，天天示威游行，启蒙了基本盘，进而启动了劳动法落实，甚至是民主自由。这个想法呢，看似是乐观，却被网友们给泼了冷水。到时候杨大爷一个待遇，本国牛马是另一种待遇，就跟现在大学里是一样的。广州那么多非洲人，有过游行示威吗？没听说过哎。想多了，挑国民待遇去了解下，所有问题都有单独的部门来处理。在本国民众都在犯愁找工作维持生计的当下，中共大开国门，也引爆了许多中国人的怒火与抵制，就连小粉红们都对中共倒戈一击了。2025年的10月1号，对中共来说呢，是所谓的国庆节，也是中共串政76周年。但在对中共来说极为看重的这一天，却得到小粉红们的一份大礼。有大批愤怒的网友们在中国大陆 B 站上传中共解放军的视频，甚至呢还有人站出来贴出中共官兵在中印边界和印度军官对话的视频，并在弹幕和评论区中表达了对 K 签证的不满。评论区里翻了锅。今年是我守边防的第1年，今年是我守边防的第2年，今年是我守边防第7年，今年是我守边防的第13年，今年是我守边防的第14年。祖国把边防交给我，我把青春献祖国。敬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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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有人说呢，很成功，现在人家不会从边防走进来了。有人暗指大量印度人会通过 K 签证进入中国，直接走大门了。有人讽刺说呢，防谁？将来都是老乡，前方守，后方请。也有人直戳中共宣扬的所谓的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不让一个外国人进来。可是有些人呢，对得起他们的汗水和鲜血吗？家被偷了还守吗？有人发泪奔的表情，偷家了。也有人发飙出狠话，对得起边防战士吗？汉奸，这可是他们的仇人。前面战士用命顶住，后面那群人赶紧偷家。还有人讽刺中共爱来自印度。这些留言大部分看起来像是受中共以所谓的爱国情怀毒害多年的小粉红。2020年中印边境爆发冲突，有消息说呢，在一次冲突当中，中方士兵丧生了60多人，中印两国一度剑拔弩张。但是呢，大量的印度人在因美国颁布 H1B 工作签证的新规以后呢，失去了入境美国工作的机会。看来这个 K 签证似乎能吸引大量印度人进入中国，和失业率飙升的中国人抢饭碗，无疑是触动了中国人最敏感的生存神经。有人搬出中共的军事报道对中印双方边境冲突的视频，画面中是播音员带有党文化的铿锵风格，下面则是一众小粉红们的愤怒指责，看起来呢格外的讽刺。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线挑衅。小粉红无奈写道：看到这些英雄的付出，心中难过又惋惜，越来越气又无可奈何。哎，算了，先吃顿夜宵，出去开心开心。守着西边东边近，你来严防，他来迎。中国人哪里比外国人差？我觉得很难过。而更多网友则是担心中共开放 K 签证会影响到中国人的就业，气得一晚上都没睡。也有人表示呢，人家要的是本科生，自家大学生自己生存都难。真的不理解，国内本科生逐年都在增长，就业环境紧张，还在拉低门槛让人进。也有人模仿中共煽情的语气留言说，澄澈的爱只为中国，爱我们祖国，1220万的本科生，一起复兴中国吧。有大一学生回复说，这只是1年的本科毕业生，大一同样表示不安。有网友还专门贴出了在中印边境冲突当中丧生的中国士兵的名字。也有人呢用留言置顶给大家支招，如果反对 K 签证的，可以去人大反映，人大有立法和废除法律的权利。2020年就是人大反对 K 签证没通过，具体渠道全国人大网选择左侧审查建议在线提交，进入审查建议受理平台，搜索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实名登记后提交建议。这堪称是手把手的提示，也确实起到了作用。
有大批对 K 签证不满的网友，在该政策生效前的1-2个小时呢，纷纷如洪水般涌进了中共全国人大机关网上的信访页面，一起举报 K 签证，而这也导致了网页直接瘫痪，只能下架维护。只见页面中写道：系统升级维护中，因系统维护升级，全国人大机关网上信访于2025年9月30号17时至2025年10月9号9时暂停使用。X 平台网友 Liva 指出，中国网民愤怒的最可能的原因，首先就是中国政府这些年对外国人的妖魔化，其次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失业率极高，绝对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3%。至少目前呢，40%的高校生都没有全职工作。X 平台网友力万 NG 发文表示呢，老百姓或许不懂得签证，但是懂中国。别的国家引点难民进来，好歹是为了做底层劳动力，保证本国民众的躺平生活。你中国什么情况，大家心里还没数吗？本来10几亿牛马就要快养不起共产党这座大山了，你还要招引来一堆老外，把我们原本工作给抢了，让我们去跑外卖、做人矿，侍奉这帮洋大人，傻子才上当呢。这件事的核心呢，其实依然是一个几十年来反复在讲的事情。中共只在乎自己的统治利益，压根儿呢就不在乎人民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并不应该拥护这样的统治阶级。这也说出了很多中国百姓的心声，即中共根本就不在乎中国民众的死活，只顾自己和子孙后代能过得好就行。那么更让中共想不到的就是这个 K 签证也引发了中国人的觉醒。X 平台网友虎王虎王9278呢，直接表态退党。北京左翼的重大胜利，中国 K 字签证会导致大量印度人伪造学历来中国定居，抢夺中国人的就业岗位，并且会造成中国科技泄露到印度。我对共产党非常失望，我今天提交了退出共产党申请，以后我不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看来呢，中共想通过 K 签证和美国进行所谓的分庭抗礼，抢夺人才，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却引爆了中国人的怒火，而这把火呢，也终将烧向中共，给其摇摇欲坠的处境再增加大厦将倾的可能性。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